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自适应隧道光电二极管的 HDR 视觉识别技术。该成果发表在《科学进展》，由电子科大与南洋理工联合完成。它采用硬件级 HDR 方法，让机器同时看清亮暗细节。核心是自适应隧道光电二极管，用偏压瞬间切换模式，实测动态范围达150分贝，远超普通相机70-80分贝的极限。模式切换仅需几十微秒，完成全扫描闭环不到3毫秒。硬件预处理大幅减轻后端算力负担，识别置信度突破 91%。该技术为自动驾驶与安防监控提供零妥协方案。它让机器之眼无惧极端光照，比人类更懂光。自动驾驶驶出隧道时，光对比度常超120分贝。传统相机动态范围不足，很难同时看清亮暗，结果要么过曝死白，要么欠曝死黑，信息全丢。高速行驶时，毫秒级的失明极其致命，系统无法识别行人车辆，引发致命事故。左侧视力暗处仅隐约可见行人轮廓，但亮度极低。右侧视力强光直射下，画面完全过曝，细节全失。这组对比说明120分贝光照鸿沟对传统视觉的挑战。传统高动态范围技术主要有3类妥协方案，然而它会引发严重动态模糊与高计算延迟。机械快门控制方法通过频繁切换曝光来调节，这会导致图像不稳定并加速机械疲劳。光学方案采用大光圈或特殊镀膜镜头，但是成本极其高昂，且受物理光学极限限制。在高速自动驾驶场景中，这些方案都有致命短板。这种算力浪费与毫秒级延迟是不可接受的妥协。本研究提出硬件中心化的视觉预处理方法，在传感器内部直接完成图像预处理，光子转化为电子的瞬间就实现高动态范围。这摒弃了传统先捕捉后计算的沉重路线。传统路线依赖庞大后端 CPU 处理，新路线只需光学镜头与传感器内自适应处理，后端仅需轻量级 CPU 即可高效运行，从而彻底规避算力瓶颈与高延迟问题。该器件是一种一型能带排列抑制节探测器，核心结构是超薄氧化铝层，厚度仅纳米级，这层氧化铝夹在显化铅与硅之间形成三明治。纳米级的氧化铝层扮演关键隧道门角色，隧道门改变电子通行规则，实现可调。这种三明治结构是超高动态范围的物理基础，自上而下是显化铅、氧化铝、硅衬底。该设计将吸收与电学调控集成于单芯片。动态范围的电学可调性才是真正的创新核心。系统只需输入微小的偏置电压信号，就能瞬间改变视垒厚度与隧道效应，如同转动旋钮，连续且无缝地切换光照亮度区间，无需更换镜头或调整机械快门。控制面板上标出3种视力电压，0伏对应极暗，-1伏对应中等光照，3伏则用于极亮场景切换，由电信号直接完成。通过调节偏置电压，设备可瞬间切换3种物理机制。0伏偏压时，弱光捕捉模式启动，灵敏度最高，噪声最低。反向偏压-1伏对应中阶均衡模式，动态范围优化，对比度均衡。正向偏压3伏下，弗勒诺德海姆隧道效应主导强光过滤，防止饱和。3种模式分别适配极暗、常规和极亮场景，切换由电信号完成，无需机械快门或光学调节，这使得单一传感器可覆盖从黑夜到烈日直射的跨度。3种机制协同，构成硬件级超高动态范围的基础。零偏压下光伏直接隧道机制主导，绝缘层如同高墙阻断暗电流。探测器在极低噪声中捕捉微弱光信号，它能感知皮安级别的光电流变化，这是硬件实现的夜视仪级弱光捕捉。该模式牺牲了部分动态范围，但换来了最高的灵敏度和信噪比，适用于极暗无光的环境条件。施加反向偏压之后，绝缘层迅速变为低阻态，复合效应被极大抑制，光电流损失显著减小。此时，光电导直接隧道机制开始主导响应中等亮度的光信号，因此产生完美线性响应。该模式专门处理日常均衡光照的标准场景，例如标准日照或室内均匀光线等条件。硬件在此区间实现高速传输与极低噪声，这是传感器最常用且效率最高的工作模式。第3种模式专为极端强光场景打造，比如烈日直射。
此时需要施加正向偏压，典型值为3伏特，这会激发 Fowler-Nordheim 隧道效应，并提升视垒。系统自动提高曝光响应门槛，过滤多余光能。多余的光能信号被有效过滤，从而防止饱和，仅允许最高强度的有效信号穿透视垒，这样就能彻底消除画面过曝的隐患。看清远光灯背后的细节，例如行人、车辆。3种电压模式整合后，传感器达到150分贝动态范围。相比之下，普通商用相机仅有约70到80分贝的极限，因此同一画面能同时看清太阳区与暗影细节。传统硅基相机受物理限制无法兼顾如此跨度。自适应隧道光电二极管用电学调谐突破该瓶颈。150分贝连续可调范围赋予机器视觉空前适应力，无论在烈日直射还是暗夜中，细节都能保留这一硬件级能力，是后续高速识别的基础保障。自动驾驶中每毫秒都关乎安全。传统多帧融合算法的延迟高达1到2秒，这相当于车辆在高速行驶时盲驶数十米。本技术则摒弃了这种耗时的软件处理，纯电学模式切换仅需34到85微秒，完成弱光到强光完整扫描闭环不超过3毫秒。这种极速响应为系统留出了宝贵安全冗余，它以硬件的物理速度替换了算法的计算瓶颈。该传感器核心技术参数已全面汇总展示。零偏压下探测率达 1.12 乘以10的11次方琼斯，响应度 0.05 安培每瓦特，表现同样优秀。动态范围调节跨度高达150分贝，极为宽广。工作谱段覆盖405至850纳米，范围广泛。这些参数共同体现硬件对复杂光照的统治力。150分贝动态范围远超传统相机物理极限，宽谱段覆盖与超高灵敏度保障极端场景识别。研究团队已成功制备出8×8的探测器阵列芯片，阵列测试显示出极高的像素一致性与稳定性，这证明了抑制节结构具备向大规模集成电路扩展的潜力。商业与工程前景十分明确，每颗像素单元在微观图上清晰可见，比例尺显示单颗像素尺寸约为20微米。阵列整体表现出均匀的电学和光学响应，从单点器件迈向硬件级，像素矩阵已成现实。该自适应偏置架构由模拟反馈电路构成，系统能自动提取环境光特征并判断光照。硅基探测器首先接收光信号并初步转换，跨组放大器随后将微弱电流放大并转化，微控制器根据特征决策并选择对应模式，最终输出最优偏置电压至探测器阵列。整个流程完全由硬件自动完成，无需干预，这赋予了传感器实时自适应调节能力。自适应偏置的核心在于模拟频率解析器，它使用3个滤波器分别处理不同频段信号。低通滤波器输出0伏指令对应弱光模式，带通滤波器生成-1伏指令用于中光均衡，高通滤波器则给出3伏指令抵抗强光。整个频率判断在模拟域完成，无需数字计算，这极大节省了后端芯片的算力与功耗开销。这也为毫秒级模式切换提供了扎实的硬件保障。硬件通过模式切换瞬间得到3路图像流，零偏压保留弱光细节，负偏压提供中光轮廓，正偏压模式压制强光，防止画面过曝。拉普拉斯分解与高斯金字塔提取每层清晰频段，随后融合成保留高光与暗部细节的 HDR 图像。由于3路图像在同一时刻采集，无时间偏移，传统多帧融合的运动重影问题被彻底根除。硬件级高维融合为后端识别提供极致清晰输入。实验室用具有巨大亮度梯度的123字码测试了硬件，在0伏偏压下，极暗部细节被完美还原。在-1伏偏压下，传感器呈现了中等亮度的清晰轮廓。在3伏偏压下，极强光照射下，画面毫无过曝。3种模式分别对应弱光、中光和强光场景，这验证了硬件在极端对比度下的成像能力。它能在同一画面中同时保留亮暗细节，为后续高维融合提供了高质量的输入源。湖畔逆光测试将传感器置于真实高对比场景，系统成功完成极限逆光环境的图像采集。左图强光湖面完全不过曝，高光细节清晰可见；右图树荫下的渔夫轮廓与动作细节完整保留。3态画面由底层硬件提取融合，无运动尾影，
逆光下树木纹理与刺眼阳光轮廓同时清晰呈现。实测证明硬件级 HDR 在真实场景有效，为自动驾驶等高动态应用提供了可靠视觉基础。隧道环境模拟测试再现了自动驾驶的终极噩梦场景。对向车辆远光灯制造了超过120分贝的致盲眩光，传统相机在此条件下会完全失效，画面一片死白。自适应隧道光电二极管能稳定输出清晰图像流，暗处行人的轮廓被系统用红框准确标出，强光旁侧的车辆细节与轮廓同样纤毫毕现。屏幕中央显示致盲场景已被击败字样。此项测试证实硬件级抗眩光能力在极端场景可靠。硬件级预处理直接提升了后端算法的识别效果。前端传感器输出的高质量图像大幅减轻了 FPN 的算力负担。在极具挑战的强光曝光场景下，机器视觉表现稳健，系统对行人与车辆的分类置信度得分稳稳突破 91%。这一结果来自实测，并非仿真或理论推算。硬件与算法的协同真正为自动驾驶筑起安全底线。后端网络无需处理过曝或欠曝的低质量输入，视觉识别在极端光照下不再依赖复杂的软件补偿。本研究展示的不仅是芯片，而是智能视觉感知的完整范式。它实现极低延迟与零运动为影，功耗低且环境自适应，可重塑自动驾驶、安防监控与机器人视觉等领域。硬件在传感器内部完成高动态范围预处理，无需软件机器在极端强光或暗光下都能稳定识别目标。当前阵列规模为8×8，下一步需向更大规模扩展。工程化与商业化是后续要攻克的重点方向。未来让机器之眼超越人类的光感极限，视觉识别将全面进入片上预处理的新纪元。